粉丝朋友呢给我留言，说家里呢没有缝纫机，但是呢也非常喜欢做手工。今天呢我就带来了这样子的一款全手缝的带拉链的小包制作。它呢前边是一个娃娃的造型，后边呢有一个字母的刺绣。这个小包呢全部都是用手缝完成的，我们可以用它来装无线耳机啊、硬币，还有自己喜欢的小东西，还可以当挂件，这样挂起来也很漂亮哈。这样子的手缝作品，要是购买起来呢是非常贵的，我们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把它完成。制作好以后啊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接下来我就把它的制作过程分享给您。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制作小包的拼布和刺绣部分，这些呢是用到的材料。咱们先来说这块哈，这个呢是小包主体的面子部分，这块呢是人字纹的棉麻面料，我在上面呢认上了绣线，这样子呢更增加了手工的效果哈。在背面呢烫了180克的铺棉，那它的尺寸呢是长度16厘米，宽度呢8厘米，4个角呢打上圆角，在中间的位置铺棉呢我们是需要剪掉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长方形哈，这边呢是1厘米，这边呢是2厘米。这3块呢是拼布和刺绣用到的小布头，这2块面料呢大家可以搜皮肤布，那就会有这样的面料出来。这是块粉红色的做脸蛋儿，这是一块白颜色的刺绣呢会在这上面进行哈。这个呢是色织的条纹的全面面料，手工呢还需要180克的铺棉和3个绣线和1点花边。首先呢我们在纸上画上娃娃的图案，那这个图案呢现在我展示给大家，大家呢可以截屏进行一个参考。根据图案我剪出了帽子和脸蛋儿的纸样，那根据这2个纸样呢我们裁出180克的铺棉。铺棉剪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脸蛋儿的这个铺棉啊烫在粉红色的皮肤布上，帽子呢烫在条纹的色织面料上，铺棉呢烫在了面料上。我呢用曲尺剪刀把多余的部分都剪掉了，这儿呢留了0.5的缝缝。那在这儿呢分享给大家一个小的经验哈，铺棉烫在面料上以后呢，我用这个划线轮沿着铺棉的痕迹呢走了一圈，这样子处理过以后呢，我们这样圆弧的位置啊，一会儿缝好之后呢会更加的圆润。这是娃娃的2根小辫子，我呢是用咖啡色的绣线编的。接下来呢我们在主体材料上开始制作娃娃的拼布哈。我们呢把这个图案的中心线对准主体材料的中心线，对准以后呢我们先找出固定辫子的位置，然后呢我们把辫子搁上去，那辫子留的长度呢这儿短一点哈，2厘米就够了。现在我们把它缝上，小辫子呢固定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缝脸蛋儿哈。我们脸蛋儿的中心线和主体的这个中心线咱们把它对齐，对齐以后呢我们开始缝，缝呢咱们就缝这一圈啊。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咱们把这个花边给带上。娃娃脸蛋的这一圈呢我缝好了，在上面呢我还缝了眼睛。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始制作帽檐。帽檐的材料尺寸呢是长度9厘米，宽度3厘米。我们呢先把它这样子对折，对折好以后，我们把这儿和这儿缝上，2边缝好了，我呢把它翻到了正面，熨烫了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根据图纸把帽檐给固定上。帽檐呢固定好了，那我们缝的时候呢是打褶子缝上面这条线。接下来呢我们把帽子部分给缝上。帽子呢缝好了，我在这儿呢还缝了一个蝴蝶结，那娃娃呢就做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在这面缝上一个绣片，这个绣片呢我已经绣好了，是一个 L 的字母。它的反面呢我也是和这一样烫了180克的敷棉，留了5毫米的缝缝。那我们中心点对准中心线哈，把它缝上。缝的时候呢我会带一条花边。绣片呢缝好了，那面子上的装饰呢就制作完成了。
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。那下期的内容呢是继续用手缝的方法把小包呢制作完成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